在1720年代的费城街头，经常能看到一个年轻人，他步履匆匆，眼神中透着一种不掩饰的傲气。他叫本杰明·富兰克林。那时的富兰克林并不是后来印在100元美钞上那个慈祥睿智的老者，而是一个让全费城人都感到头疼的辩论天才。年轻的富兰克林极其聪明，博览群书，口才惊人。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在公共场合与人争论，只要他发现别人的话语中有一丝逻辑漏洞，他就会像猎犬一样扑上去，用连珠炮般的言论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。他以为胜利的快感就是智慧的证明，他以为说得越多，别人就越佩服他的博学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年长的教友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私下把他拉到一旁，说了一段让他受用终身的话。那位长者说：本，你真的是个祸害，你的言辞像尖刺一样，让每个朋友都感到不适。现在大家发现，只要你在场，就没法安静地聊天，所以当你不在的时候，大家反而觉得更轻松。如果你继续这样博学下去，你这辈子除了能赢得几场毫无意义的口舌之战，将一无所获。这番话像一盆冰水，浇熄了富兰克林心头的虚荣之火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虽然赢了辩论，却输掉了人心；虽然展示了才华，却丢掉了机会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概念：话语的重量往往与它的体积成反比。富兰克林后来在自传中记录，他为了改掉这个恶习，专门制定了一个沉默修行计划。他发现，当他学会闭嘴，学会谦卑地听取别人的意见时，他的事业竟然奇迹般地开始腾飞。这不是玄学，而是人性最深刻的运作规律。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，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人，做错了一件小事，或者迟到了一次，他能拉着你解释15分钟。从早上的交通堵塞，讲到家里的猫生病，再讲到昨晚没睡好，他拼命地往你耳朵里塞信息，试图让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但在那一刻，作为听众的你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他每多说一句话，这件事的可信度就降低1分？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现象，叫做星号过度合理化效应星号。当一个人提供的理由超过了必要的限度，人的大脑会产生一种防御机制，认为这些理由是在掩盖某种不安或虚假。真正的自信是不需要过多脚本支撑的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老练的外科医生告诉家属手术风险，他只会冷静地说：手术有难度，但我会尽全力。这句话重千钧。如果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解释医疗器材的原理、医院的历史，他昨晚吃了什么，他有多么爱这份职业，家属的心恐怕立刻就悬到了嗓子眼。话多的人往往是因为内心的底气不足，他们试图用语言的密度来填补实力的空洞。但遗憾的是，语言像水，适量是滋润，过量则是溺亡。在30岁到50岁这个年纪，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你的信誉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后由别人总结出来的。当你开始习惯于为每一件小事辩解时，你其实是在亲手拆掉别人对你的信任墙。真正的狠角色往往言简意赅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解释的越多，破绽就越多。为什么说话多的人往往留不住福气？这涉及心理学中的另一个概念：透明效应。每个人都有一种错觉，认为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半透明的，别人能轻易看穿自己。为了不被看穿，或者为了展示更好的自己，很多人选择不停地说话。他们聊自己的过去，聊自己的理想，聊自己对隔壁老王的看法。但真相是，话越多的人，越容易被别人拼凑出一张完整的，甚至略显廉价的画像。如果你保持适度的沉默，你在别人眼中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，虽然安静，却让人心生敬畏。
但如果你是一个话匣子，你就像一个透明的塑料瓶，一眼就能看到底，里面装的是白开水还是廉价汽水，清清楚楚。在职场中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。那些在会议上每时每刻都要发言、都要插嘴的人，往往很难进入决策核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决策者需要的是稳定、审慎和深度。一个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人，如何能管得住一个团队的未来？我曾看过一个案例，某家大型企业招聘高管，最后剩下的2位候选人实力不分伯仲。在最后的聚餐面试中，其中一位候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博学和社会关系，从酒庄历史聊到国际局势，整整说了一晚。而另一位候选人大多时间在倾听，偶尔点头，只在关键时刻说了几句精辟的行业见解。最后，老板录用了那位沉默的候选人。老板的理由很简单，那个话多的人已经把他的天花板暴露给我们看了，而那个说话少的人，我还看不透他的深度。这种人更有潜力，也更安全。这就是人性的真相，神秘感产生价值，而滔滔不绝则会稀释权威。井号井号井号第4章，互惠失衡，你正在杀死你的关系。很多爱说话的人其实心肠不坏，甚至很热情。他们觉得我跟你说这么多，是把你当朋友，是在分享我的生活。但他们忽略了社交中最重要的物理定律——能量守恒。一场高质量的对话应该像打羽毛球，有来有回，球在空中的时间对等。但话多的人往往是把羽毛球变成了发球机，只顾自己往外喷球，根本不管对方有没有球拍或者想不想打。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星号互惠失衡星号。当你占据了90%的话语权时，你其实是在无意识地向下传递一个信息：你的感受不重要，你的故事不精彩，只有我才是这场戏的主角。长期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人会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被忽视感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热心肠的人最后却发现身边没有真朋友。他们困惑，我对大家这么热情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躲着我？答案很残酷，因为你太挤了，你把别人的空间都挤没了。尤其在家庭关系中，这种杀伤力更大。很多40多岁的父母面对叛逆期的孩子，或者面对日渐疏远的伴侣，最常用的武器就是说教。我是为了你好，我当年的时候，你听我说一句，这些话像一座座大山，压得对方喘不过气。当你说的越多，对方的心门就关得越死，因为在你的滔滔不绝中，他感受不到爱，只感受到了控制。真正的温柔是留白，是那句如果你想聊聊，我都在，而不是你必须听我讲这半小时。古希腊有一句箴言，上帝给了我们2只耳朵，1个嘴巴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听2次，说1次。这不仅是生理构造，更是生存智慧。哈佛大学曾做过一项跟踪调查，发现那些在各行各业取得巨大成功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：高超的倾听能力。倾听不仅仅是闭上嘴巴，真正的倾听是一种主动的、带有共情的参与。当你安静地听别人说话时，你其实是在进行一场高效率的信息采集。你能听出对方的需求，听出对方的恐惧，听出对方隐藏在言语背后的求救信号。而一个只顾着说话的人，他的大脑是一直在输出的。输出意味着消耗，而倾听意味着吸纳。想象一下，在一次商务谈判中，如果你急于展示自己的产品有多好，你可能会说错话，可能会暴露底牌。但如果你先安静地听对方的需求，听他的顾虑，听他的抱怨，你就能在最后的5分钟里，精准地抛出一句直击心脏的话，瞬间成交。会说话的人能赢得一场争论，但会听话的人能赢得一场人生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难道我就要做个闷葫芦吗？难道不说话就能有福气吗？
当然不是，福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通过优化人际关系、捕捉生存机会、建立个人威望而累积起来的。而少说话，说好话正是实现这一切的最短路径。接下来，我想分享几个实操性极强的方法，帮助你重新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水。练习共鸣式表达。当别人向你诉苦时，最廉价的反应就是给建议。比如朋友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大，话多的人会立刻接，哎呀，我以前比你压力更大，我那时候。这不是安慰，这是星号经验霸凌星号。真正有福气的说法是简短而真诚的，听起来你这段时间确实很不容易，换作是我，可能也挺难熬的。需要我帮你分担点什么吗？这一句话只有20几个字，却能瞬间拉近2颗心的距离，因为你给了对方最渴望的东西，被看见。学会提问式引导。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称为智者，不是因为他给出的答案多，而是因为他提的问题妙。在沟通中，如果你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，最好的办法不是陈述，而是提问。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这件事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你觉得接下来怎么做会更好？当你提出这些问题时，你把舞台交给了对方，对方会觉得你非常尊重他，进而对你产生深度的信任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成功的领袖往往是提问大师。掌握风中定律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星号风中定律星号。人对一段经历的记忆主要取决于它的高潮和结尾，这放在沟通中同样适用。你前面聊了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结尾。如果你在聊天的最后说一句今天和你聊完，我感觉收获很大，谢谢你，或者我很珍惜我们这次的交流，希望能长聚，这句温柔的结尾会覆盖掉中间可能存在的尴尬或冷场，给对方留下一个极其美好的印象。福气往往就藏在这些让人舒服的细节里。到了30岁、40岁，甚至50岁，我们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下半场。下半场的智慧不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整天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的人，未必生活的幸福；那些在聚会上声音最大的人，未必真的有实力。相反，那些能在繁杂的世界中守住内心宁静，懂得适时沉默的人，往往更有韧性。沈从文先生曾说过，我一生最怕的是热闹，最怕的是争论。这种安静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巨大的心理缓冲。当你不急于表达自己时，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世界，去修炼内心。少说话是一种对能量的节约，把那些抱怨、炫耀、争辩的力气省下来，去读一本好书，去陪陪家人，去深耕一项技能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内核变得强大且安静时，好运会像闻到花香的蝴蝶一样，主动向你飞来。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守静乃福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想请大家做一个小测试，回想一下你过去1周的谈话，有没有哪一次你说完话后感到隐隐的后悔？有没有哪一次你因为太想证明自己而让气氛变得很尴尬？如果有，不要责怪自己，这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从明天开始，试着做一个小实验，在每一次想要打断别人时，先停3秒；在每一次想要反驳别人时，先问一个问题；在每一次想要炫耀自己时，先转向去赞美对方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的话语变少了，你听到的世界反而变大了，你的关系会变得顺滑，你的心情会变得平静。那些曾经被你说走的福气，会一点一滴地回到你的身边。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眼中有光、心中有数、口中有尺的人，在安静中汲取力量，在留白中经营人生。这里是灯下心语，感谢你陪我听完这段漫长的分享。如果这段文字触动了你，或者让你联想到了身边的某个人、某件事，
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，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内容的一份温暖支持。愿你在黑夜里有一盏灯，在寒风中有一句话。我们下期再见。